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俄军不猛烈的打击乌克兰的桥梁。在乌克兰战场上，大家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俄军不猛烈的打击乌克兰的道路、桥梁，切断乌克兰的兵力、武器装备向前线的输送？如果这么干的话，不早就扭转战局了吗？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发布的伊琳娜·古谢娃的一篇文章，或许能够解开我们的疑惑。俄罗斯军事记者波豆布内最近呢，在网上发的一段视频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视频显示，俄军摧毁了位于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通往布良斯克州的一座桥梁。俄西部军区的一架苏34对跨越苏多斯季河的这座桥梁实施了打击，使其严重受损。飞行员发射了专门用于摧毁钢筋水泥设施和桥梁的哈29 TD 空对地导弹。这一导弹的射程呢并不远，只有30公里，但是这一型号可以实施夜间突击。根据情报，乌克兰情报总局下属的破坏分子计划从切尔尼戈夫州向布良斯克州地区奔袭，因此呢需要打击敌人边境附近的运输基础设施。遭到打击以后，桥梁并未完全摧毁，但部分塌陷，步兵呢还能通行，但车辆装备无论如何也过不去了。究竟需不需要摧毁乌克兰后方的桥梁？媒体和社交网络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乌克兰通过道路桥梁把部队和西方大肆提供的装备运往战斗接收线，给俄军制造了大量的伤亡。很多人谈到使用口径、匕首等弹道导弹，或者是使用航空兵实施打击的问题。但是许多专家指出打击行动存在着技术困难和人道主义的问题，这影响俄军指挥员定下打击决心。为什么这些导弹不用于摧毁乌军进行补给的大型桥梁呢？首先，为了让导弹飞抵乌克兰西部与波兰的边界，需要突破基辅当局的5个防空区，这里面存在着多梯次的防空体系，装备了便携式的地空导弹、猎豹防空装置，能够借助高炮、地空导弹等拦截巡航导弹。如果发射巡航导弹穿越整个乌克兰时候不被发现、被击落的概率很低。其次，为了彻底的摧毁桥梁，需要打击桥墩，而不是桥面，因为桥面在几天，最长几周内就能恢复，桥梁就会重新开始运转。只是炸毁桥面效果不佳，而准确的命中桥墩呢，需要破坏侦察组深入敌后展开行动。他们要穿越乌克兰整个领土，用激光照射桥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激光制导的导弹才能100%的命中。但我们很清楚，悄悄穿越几百公里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可以使用无人机进行激光照射，但是无人机可能会被击落。所以呢，通过打击桥梁封锁乌克兰西部边境绝非易事。至于跨越第聂伯河的桥梁，每一座桥都有防空掩护，巡航导弹呢未必能飞抵目标。看一下美国、北约监视乌克兰领土的卫星的密度，以及北约先进的电子对抗装备，他们当然是在发挥作用，能够向乌军提供预警情报。最主要的是，第聂伯河上的这些桥梁不仅是为乌军服务，它也给河东的民众提供补给和人道主义的救援。摧毁它们会导致人道主义灾难，这与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实施的政策是互相矛盾的。使用昂贵的巡航导弹无法完全摧毁钢筋混凝土的桥梁，投放500千克以上的大威力的航空爆破炸弹可以解决问题，但是需要动用航空兵。在没有完全肃清乌克兰防空武器系统的时候，动用航空兵的凌空轰炸会非常的危险，会导致俄军固定翼飞机的损失。这就是俄军目前面临的困境。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